誒7月中旬啊，對於北京嚟講咧，以前不嬲都係一個好敏感啊、好緊張嘅時間。點解咧？因為北大河會，北大河去嗰個開會啊。因為北大河呢度開會，點解會咁緊張咧？我哋一陣間同大家詳細講一下嚇。而家最新嘅，我哋知道因為有朋友講，由7月1號開始啊，所有去北大河由北京啊發車去呢個秦皇島啊，就係去北大河，sorry 北大河嘅火車，全部都要兩次安檢嚇。第一次就係入閘嗰時啦，第二次喺候車室嗰度咧都要，即係你如果係第一次係全部你搭火車一定要安檢㗎啦。第二次就喺你候車嗰個地方，即係你去邊度啊？你咁就俾第二次又安檢。由北京去北大河嘅所有嘅火車全部都要第二次安檢。喺公路上邊當然好即係睇住啦，好多即係封鎖得好犀利。中國其他地方，包括你係咩維權人士啊、訪問啊、乜啊，即係你嘅即係良心犯啊，或者政治有問題啲人咧，全部你搭火車，如果你由呢個，就算你經過呢個秦皇島啊，佢都唔俾你上車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唔可以去北大河啦，嗰個地方嚇。當然即係會好緊張，所以我哋要即係同大家強調一下，呢個北大河啊，如果一個領袖，共產黨嘅領袖咧，如果佢權力係穩定嘅話咧，北大河就冇問題嘅。好似毛澤東咁樣啊，係佢喺北大河做啲決定咧，就設呢個打嗰個，佢又同人哋傾完之後，佢做一個決定，咁就定咗啦。但係北大河重要係幾時開始咧？就係最重要就係鄧小平嗰個時期啦，因為嗰個時間係集體領導啊嘛。集體領導即係北大河咧，係即係省部級以上嘅人都可以去嗰度度假，可以去度假。度假嗰時咧，你知道大家一定你去我嗰度，我去你嗰度，係咪大家一齊玩啊、打牌啊、打波啊，即係打麻雀啊，即係會好多講下咧，就不如揾老李一齊傾下呢樣嘢啦，揾埋老李，揾埋老張揾埋老和，全部人越傾越埋嗰時咧，即係會有時間，甚至會有一個北大河嘅嗰個一個好重大嘅決定。所以就變成咧，鄧小平嗰時成日都有北大河呢個會議會出嚟嘅，因為既然要做決定，大家都已經到啦，不如大家一齊嚟做呢個決定啊！即係鄧小平嗰時，江澤民、胡錦濤嗰時都係咁。好啦，講下呢個北大河咧，佢所有嘅省部級同埋省部級即係副國級嘅退休嘅呢啲人，都夏天通常係8月初。就去呢個秦皇島嗰個有一個度假嘅地方啦，就係去嗰度度假，中共中央嘅自己嘅一個度假嘅一個範圍一個區，就喺嗰度。而家嘅問題咧就係而家嘅問題就好重要啦。譬如話我哋有個例子嘅，譬如話胡耀邦嗰時落台傾掂嘅人就喺北大河傾嘅。即係王震鄧小平王震、李先念即係一批元老喺北大河，可能係打牌嗰時就傾打麻雀嗰時就傾，呢個人一定要換咁就已經傾掂咗。跟住後尾就已經即係開一個抗大會大家知道抗大會咁就胡耀邦就俾佢哋趕落去。當然而呢個
習近平上台之後，其實呢個北戴河咧越嚟越唔重要嘅，因為佢唔俾嗰啲老人乾淨啊嘛，所有人都控制，都監視，你搞到好緊張，所以而家係越嚟越唔重要。有一段時間，但係今年就唔同啦。舊年開始，由今年就好唔同，氣氛都好唔同。舊年係因為2024年啊，係有三中全會喺7月份開完之後就係北戴河啦。咁啊北戴河咧，舊年嗰個北戴河就傳出嚟好多嘢嘅，就話嗰啲元老啊就追究習近平嘅一啲責任啊，即係話施政不當啊，即係佢講一啲嘢。咁啊，今年咧，即係當然有更加多嘅問題啦，經濟越嚟越差，外交越嚟越差，所有嘅嘢，中國大陸入邊嘅問題係越嚟越多嘅。咁啊，而家係咪會有一個問題咧？咁啊，根據我哋聽到嘅一啲消息話三中全會啊，習近平係病咗嘅，即係突然間送咗去醫院。咁啊，送咗去醫院咧，你當然當時係三中全會，即係200幾個205個中央委員開會啊嘛，叫三中全會啊。呢個中央全會呢個中央委員啊，係中國共產黨內部最高嘅最重要一個機構，唯有呢一個機構係可以決定總書記係邊個，政治局係邊個，政治局常委係邊個。唯有一個機構可以直接嚟做呢個決定嘅，其他所有人如果你唔係中央委員你就算你係呢個中央嘅一個幹部，或者係咩省級嘅省長啊、部長啊，你都冇資格嚟做呢個決定嘅。所以中央委員呢一級係最重要嘅。好啦，而家即係北戴河所有中央委員級嘅人都可以去嗰度度假，都有呢個資格，所以變成咧，除咗中全會，即係三中全會、4中全會、5中全會呢啲全會之外，可能係人最全嘅一個地方就喺北戴河，即係大家都去度假，咁全部人都喺嗰度啦。部分可能有少少冇嚟到，但係大部分人都喺呢度，咁啊變成咩咧？就可以做工作嘅，喺北戴河嗰個度假嘅時間咧，就唔同嘅人同唔同嘅人就可以傾偈，公開、私下、正式、非正式即係全部可以交通，即係可以講嘅。所以北戴河咧就好重要，今年就特別重要，特別重要。咁因為隨時可能會發生一啲，即係大家講下，不如做一個決定話，或者點即係4中全會到時幾時開，或者開有咩決定，咁當然就一個好重要啦。中共有個特點嘅，即係正式開會嗰時係講小事，下邊開會先至講大事，因為好簡單，因為大件事、大嘅決定佢冇可能係拖到一個中央全會嗰時講俾大家知。咁大家點睇？跟住投票唔係嘅，佢嘅中共嘅政治程序係我哋有呢一種睇法，另外一排有另外一排嘅睇法。咁我哋就全部喺下邊達成妥協，我哋有把握，我哋先至開呢個大會。如果冇呢個把握就唔開會嘅，不嬲都係咁。所以真正開會嗰時就冇呢個問題。即係唔會話投票100個人支持100個人反對，就唔會發生咁樣嘅問題嘅。呢個係中共嘅開會嘅傳統，所以4中全會咁耐冇開，説明乜嘢咧？你拖咗成差唔多1年啊，係咪？你問題就係佢內部達唔到呢個妥協，所以就冇得開，就完全冇得開。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傳説，我哋可以睇到北京好多嘅變化，好多嘅動作好多動作。咁後邊會發生乜嘢？而家傳得越嚟越多。習近平本人，佢係當佢病嗰時，佢嗰個最高權力係交咗一個機構，一個權力嘅一個
叫做過渡又好啊，一個係幫手掌握嘅呢個做決定嘅呢個小組又好啊，係咪？俾咗呢個小組，但係佢好翻之後，佢攞唔翻嚟，或者另外一個解釋就係佢根本都冇好翻，即係佢好多問題，包括佢頭腦嘅問題，包括佢其他佢身體裏邊有其他嘅一啲問題嘅，包括大家睇到佢行唔到啊嗰時，可能同腳有關啦，腳有關，可能同腎有關啦，即係好多大家推測好多嘅佢身體根本都冇恢復到，所以而家呢個問題啊，即係可能係後邊嗰個小組而家仲喺度操作緊，仲喺度做緊。即係掌握最重要嘅政權仲喺嗰度，所以今年嘅北戴河，哇，大件事，所以好緊張，會唔會喺入邊開始有其他問題呢？如果啊一個政治鬥爭鬥到咧，大家喺表面上邊鬥完啊，你贏我輸啊，咪算數啦，我落台啊，係咪？喺中共嘅呢個專制政治裏邊係冇呢支歌仔唱。如果你落台，我要斬草除根，我要批判，我要追究你嘅責任啊！因為你已經搞得咁差，我上台我孭飛啊嘛，係咪？不如我就批判你啊，跟住就整另外一套嘢啦。習近平曾經想做呢樣嘢，即係將所有嘅問題推俾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啊。上次整咗一個關於若干歷史重大問題嘅若干決定嘅嗰個，其實就係想做呢樣嘢嘅，但係通唔過喺中全會嗰度通唔過，呢個其實啊即係好有問題嘅一個咁啊。下邊如果有人截佢啊，或者有另外一個班子截佢，我相信可能都要做一個重大嘅決定，就係話否定之前嘅做法。所以而家係好多人啊，好多專家啊都係咁講嘅，即係如果係北京出現一啲最高權力嘅交接嘅問題，可能唔係一個正常嘅交接，有可能係一個突然間嘅發生嘅一啲嘢，一啲突變嘅事件。所以而家呢個事件究竟喺邊度發生，冇人知，冇人知。所以一係北京，一係北戴河，哇！呢樣嘢就係，所以而家北戴河嗰度就好重要，因為如果你嘅內部嘅逼宮啊，你要做呢啲嘢咧，你好明顯你要做幾樣嘢嘅，有中全會喺度，你要順利嘅交接呢個權力啊，你要慢慢換人。我哋古代啊，中國人古代叫做清君側面啊，清君側，即係你旁邊嗰啲官員啊，先將佢清一輪嘅。咁啊，我哋過去咁差唔多1年幾啊，都可以睇到啊，差唔多類似啲發生。三中全會之後，苗華啊，即係軍隊裏邊嘅人換啊，跟住即係呢個政府方面嘅人都開始換嘅，國務院啊，即係都係好多嘅。即係啲咩其他機構啊，都開始換人嘅，所以而家到而家係咪要最後攤牌嘅時候？好多人估由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即係呢4-5個月，可能係最重要嘅呢個時間點咯。好啦，我哋睇翻啊，今年啊，第一件事就係7月份咧。好多人咧影到有啲車，有啲軍車入北京嘅，深夜裏邊2-3點鐘入北京。咁啊，嗰啲車就唔係普通車，係大車，而且喺出邊啊又整咗啲架遮住嘅，好大部車。咁入邊啊嗰個拖車上邊係乜嘢咧？有啲人就話可能係坦克，有可能係裝甲車，有可能係乜嘢？但係你知道，如果北京嘅軍隊換防啊，佢係冇需要
換裝甲車、換坦克車嘅。喺北京裏邊係冇呢個需要嘅。兩架車一齊行啊！大家唔知有冇睇到嗰個視頻？一個大貨車，跟住隔離咧，另外一個大貨車，但係遮住晒所有嘢，係藍色嘅一個好似用木頭啊整咗個臨時嘅遮住，好大部。咁啊就係冇聲冇息咁樣運咗好多嘢入去。咁啊當然即係好多人話坦克車上咗長安街。咁啊，但係其實我哋唔知係發生乜嘢啊，入邊係乜嘢都冇人知係嘛？呢個係當然即係所有呢啲啊，軍隊裏邊換人一路都喺度換嘅，一路都喺度換得好勤啊！因為我哋之前講咗好多次，最近一個最深嘅換就係公安部，因為公安部嘅而家呢個公安部嘅部長黃小鴻係福建曾經喺廈門啊。佢係福州人，但係佢做公安係喺廈門嘅，喺廈門同埋呢個福州。佢由福建嗰個時間就同習近平關係好好。據說咧係同嗰個彭麗媛，即係習近平嘅太太嘅舅父屋企啊，唔知有咩關係啊？即係兩個屋企裏邊係關係好好，因為彭麗媛唔喺福建，而習近平咧就成日走嚟走去嘅，所以佢哋嘅女習明啊，係就好多時間係由黃小鴻佢屋企代嚟照顧嘅，所以黃小鴻嘅太太就係即係習明嘅，即係習近平嘅女嘅契媽嚟嘅，所以咁樣一種關係。所以當然呢個習近平去咗北京之後，呢個黃小鴻即當然就會越嚟越升越多。黃小鴻而家除咗公安部嘅部長之外咧，佢都有咩政法委嘅副書記啊，中央書記處嘅其中一個書記啊，好多兼職嘅官嘅。佢係管好多嘢，但係所以呢一排啊，突然間放出嚟換人。7月9號嘅7月9號，第一係任命一個叫楊維林嘅人咧做公安部嘅副部長啊。呢個就免咗陳思源同埋孫茂力公安部副部長嘅職務。即係免咗兩個公安部嘅副部長，而升咗另外一個人做公安部副部長。被免呢兩個陳思源同埋孫茂力咧，都係同黃小鴻要長期嘅工作關係嘅。而呢個啱啱上嚟呢個楊維林同黃小鴻完全冇關係。佢之前咧係廣西嘅公安廳嘅廳長，同埋呢個廣西嘅副省長。咁啊！突然間就升咗，等於係升咗一級啊，升咗2級啊，升到去公安部嘅副部長。我話呢樣嘢咧就點講啊？好犀利啦！呢個孫茂力咧係以前咧就喺公安部嘅，就係公安部法制局局長同埋公安部執法規範化建設領導小組嘅辦公室主任。呢個小組嘅組長當然就係黃小鴻啦。陳思源咧，陳思源係北京人嚟嘅，佢係北京嘅呢個政法委嘅副書記，都係佢另外。佢又調咗去北京嘅呢個公安部嘅副部長，佢有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位，就係公安部一局嘅局長啊！即係佢喺北京都係即係公安局一處嘅處長啊，一處。咁呢個一處咧就係國保啦，以前叫政保，後尾啊改叫國家安全保護啊，即係國保。其實係搞咩咧？所有公安廳、公安部嘅呢個一字一哥，呢個一字咧就係搞政治嘅。
專門係對付內部嘅反對意見啊，包括老百姓，包括政治案件啊，包括好多呢啲咩，即係公安部一部嚟管嘅，一部嘅錢係最多。公安部嘅呢個一局啊，一局即係國保局，佢係經費嘅錢係最多，人又係最多啊，工作又係最冇危險嘅，因為嗰啲通常異議分子啊、政治意見人士啊，都唔會話攞槍嚟打，係咪？即係佢哋，所以呢個人咧，當然就係都係算係同黃小紅咧做咗好耐一段時間嘅，所以佢哋兩個人等於兩個人就而家俾換咗呢個楊惠林。楊惠林啊，其實係東北人嚟嘅，但係喺2023年咧就跨省就調咗去廣西做呢個廣西嘅公安廳廳長啊，同埋廣西嘅自治區啊嘛，廣西嘅副主席即係等於副省長。所以而家呢個黃小紅呢個下邊換人咧，當然俾大家諗好多嘢嘅，諗好多嘢。你講到呢度要講下香港。香港咧，大家都知道啊，好多人話而家係警察治港啊，係咪？全部呢啲高官咧都係警察出身嘅。啲警察點解係警察出身咧？大家要知道以前嘅公安部副部長一局嘅局長曾經係邊個？孫力軍。孫力軍咧，當然做咗呢樣嘢咧，就同時兼任嘅就係港澳聯絡辦嗰個事務嘅辦公室，即係公安部裏邊管埋港澳，因為嗰啲同政治有關啊嘛。所以而家等於咩咧？我可以諗呢個換咗落嚟嘅換咗落嚟嗰個公安部嘅副部長啊，陳思源咧，都係應該而家係管港澳事務嗰個辦公室嘅主任。佢係管一局嘅公安部副部長兼一局嘅局長兼埋港澳事務嘅辦公室主任。孫力軍啊，俾捉咗啦，落咗去啦。咁而家呢個叫做呢位叫做陳思源啊，又調咗落去，有人俾佢調咗落。咁究竟發生乜嘢？冇人知。但係反送中嗰個時間，2019年，孫力軍啱啱係做緊嗰個時間，佢係做緊一局嘅局長同埋呢個港澳事務嘅呢個主任。我知道好多內部嘅傳言，佢有冇過嚟香港唔知，但係佢住喺深圳，係指揮好多嘢。當時指揮2019年喺香港做嘅好多嘢就係佢指揮。咁啊，當然後邊換咗官員，換咗而家呢一批以前做警察呢一批人，都係佢嘅建議，都係佢做嘅決定。咁啊，孫力軍咪衰咗啦！2020年咧被捉咗，8月份被捉咗，原因係佢即係疫情期間唔知佢點樣得罪咗呢個習近平嘅，可能佢講咗習近平嘅壞嘅説話啦。我哋原因當然我哋有好多傳説，我哋而家唔講佢，佢衰咗之後但係後邊咧。但係佢政策，香港嘅警察治港啊，呢個方針係一路都咁樣做落嚟嘅，一路做到而家係2025年。咁啊，另外一局嘅局長落台，對香港嘅警察，對香港嘅政府呢個警察治港嘅呢個局面，我相信會有衝擊我相信會有一啲問題嘅。咁
而家係究竟會發生乜嘢嚇？最重要當然唔係香港嘅問題，唔係最重要，而係北京會發生乜嘢。而如果北京如果真正要發生一啲大嘅變化嘅話咧，中國會變成一個乜嘢局面？呢個先至係所有人最重視。而且而家中國係一個周期性嘅向下嘅階段，經濟啊、政治啊、國際環境啊，所有呢啲內部嘅呢啲嘢都係向下嘅。呢個時間如果北京係最容易出問題嘅時間，如果一出問題，呢個向下一定會加速啊！所以而家呢個北京嘅局面咧會好緊張。我哋睇北戴河開完8月份啦，開完之後9月3號就係閱兵，9月份、9月底、10月份會唔會開四中全會？一開四中全會，後邊嗰個結論係乜嘢？結果係乜嘢？我相信咧會有好多好多驚奇，好多好多驚奇啊！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北戴河咧，希望早啲啦，北戴河就發生最好啦，係咪？好啦，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我哋一陣間再做一個經濟嘅話題啊，其實同香港都有關。1點半，1點半。好，一陣間見，拜拜。